好，那我们接着开始谈第二个连接方式哈，delta 对 delta 来第二个嘛，我们谈第二个。这样 y 跟 y 应该很清楚了吧？啊，那你用相同的方式来学习的话，来再来 delta 对 delta。delta 连接啊，我还是再强调一下啊，在这个好意的提醒啊，上我的课抄笔记是很重要的，哦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我真的提醒你啊。来，这有两个 delta， 前面那个 delta 是几次测？一次啊，再写一遍啊，不厌其烦。来，这个叫一次测了。右边的 delta 嘞，叫二次测了，对吧？那一次测叫电源测，二次测叫负载测，我就不写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训练一下如何将画出实际的 delta 对 delta 的接线图。好，你把它画出来。好，怎么画？一样哦。来，我们放入3台变压器，3台单向的变压器。假设我们有3台单向的变压器。哦，这是第一台，第二台。第3台，好，假设呢，我们说这个第一台叫 TRA 好了，这个呢 TRB， 这个叫 TRC。然后每一台变压器呢都有左边跟右边嘛，对不对？都有一次侧跟二次侧，都有电源侧跟什么负载侧。好，那你一次侧呢要做delta连接怎么做？你就思考一下，其实很简单啊，尾巴接尾巴接尾巴，把它接在一起，每一个头拉出来，这个叫 Y 接。那什么叫 delta 接呢？你就记住头尾相接哦。我的尾巴去接别人的头，这样懂吗？那别人的尾巴再接另外一个人的头，这样了解吧？哦，这样叫 delta 连接。所以我刚刚讲那句话最重要，头尾相接。好了，一样，我们标一下啊，详细说明。假设这个叫第一个线圈的头，这个叫第一个线圈的什么尾巴，这个叫第二个线圈的头。第二个线圈的尾巴，第3个线圈的头，第3个线圈的尾巴，怎么一次侧怎么接出 Y 接？就是把第一台变压器呢的尾巴接到第2台的什么头，非常好，你听得懂，这样就够了，好不好？哦，有时候简单扼要听得懂就好了。再来，第2台变压器的尾巴。去接第3台的什么头？那接下来你会不会接？试试把第3台的尾巴接到第1台的什么头，接出来。那你用想象，好不好？你把这个图形稍微做个想象。有时候读电机科有一点小抽象，你要稍微把它认真看，你认真看一下这个图，你把它展开，像什么？像不像一个星星？它这个你把它展开，像不像这样子？我画给你看，像不像这样子？你要看出这种感觉哦，这样你就成功一半。你把它拉开，是不是跟这个一模一样？对不对啊？你把它拉开就跟这个一样，你说还是听不懂啊，因为它的那个
怎么讲？好，比如说听不懂没关系，来，这个是一的头，一的尾巴，二的头，二的什么尾巴，再来什么三的头，三的尾巴，然后三的尾巴再接什么一的头，有没有看到？三的尾巴再接一的头，哎，总听得懂了吧？哦，终于听懂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把每一个线圈的头拉出来。每一条线圈的头拉出来，来，线圈的头拉出来，线圈的头在哪里？这里，拉出来。当然有拉，这个是接在一起的哈，这个要知道哈，这是接在一起的。来，线圈的头拉出来。同学，这个一次测是接什么端？电源，所以是三项交流三项电源，三项交流电源都可以的，随便哦。三项，对不对 ？AC， 对不对 ？Power， 没问题吧？然后呢，右边二次侧也是delta接，那你一次侧会，二次侧会不会？就会了嘛，哦，就会了。来怎么接？一样嘛，来，尾巴接别人的头，对吧？尾巴接别人的头，尾巴接别人的头，你还不画？哦，同美聪明的你，那画啊。好，好，把三只头拉出来，头拉出来。这个是第二台的头拉出来，第三台的头拉出来。好，这三条拉出来呢，等一下我们再标一下好了。好，我们跟第一个一样 ，YY 一样啊，这个叫 A， 这叫什么 ？B， 这个嘞 C， 大 A 大 B 大 C， 那这个嘞小 A 小 B 小 C， 小 A 小 B 小 C 是属于右边嘛，二次侧，那将要接到三项负载，对不对？对。还要接三项负载。好，我直接写叫三 phi load， 好不好？哦，每个都听得懂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当然，它也是属于交流的三项负载。好，这个是实际接线图，你要会接。哦，这个如果是电线杆，我们适配以及的，你就会接了嘛，懂吗？懂。哦，好，那我们的电路图呢，你也要会画啊，这是第一个啊。然后因为这个左边的这一个叫做电源端，所以呢，线要拉出来往左边拉。这不是10倍的，这没有什么，好不好，同学？好。所以我希望哈，各位帅哥美女哦，在读电工机械的时候要学习画东西。啊，你画的越多就越有感觉，你什么都不画，连用看都没有什么用，好不好？好，好来，那一样嘛，这是一次侧，来二次侧。好，这个是二次侧，好了。对吧？那一次侧跟二次侧，它当然有杂数比啊，这个一次侧叫 N1， 二次侧叫 N2， 是不是？那我们说过嘛，我们再补充一下，我们这个 A 呢叫杂数比。他是怎么说的？他说这个叫什么 ？N1 比 N2 了，等于什么？注意哦，所有的杂数比在谈的是谈单项，对不对？单项谈的就是什么？项，因为在一台里面呢，相电压等于线电压，相电流等于什么？线电流，所以它主要是针对项。
哦，这样明白没有？哦，那来你写一下啊，这是针对啊，左右这个叫 VP 什么 ？VP1 这个 VP2 这样会不会？啊，电流也是像 IP2 这个 IP1，你要先懂这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，其他都没有什么。哦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要主要以像为主，对吧？好，那接下来就比较简单了嘛，我们开始讲。在这个线圈呢，它是一个装置，对不对？一个装置呢，这个装置两端，这个 device 两端叫什么电压？哎，我把这个一跟一不让都擦掉好不好？搞得你很乱，这个擦掉，这个懂了就好了。这头尾嘛，这个擦掉，不要画的好乱，对吧？在这个线圈两端的电压叫什么？相电压。不要令你讲出来好不好？然后这是一次侧还是二次侧？一次侧。流经过这个线圈的电流叫什么？相电流。几次侧？一次侧。这个是线，线上的电流叫线电流，它是一次侧。两条线之间的电压叫线电压，它叫一次侧。同理可推，把它 copy 到二次侧，好不好？那我就不废话了，我直接写。哦，那二次侧应该它流出来给负载使用，所以电流是流出来的。好，下一个问题，可以听得懂吗？可以哈。好，那我们开始推导出它们相对应的关系啊，随便推，你爱怎么推就怎么推。看到哪里写到哪里，写到哪里想到哪里，好不好？哦，不要那么死板板的，一定要去用看的、用背的，就看图就会了嘛。同学，以电压来讲啊，以电压来讲，这一点有没有等于这一点？有。这一点有没有等于这一点？有。所以基本上一次侧的线电压有没有等于相电压？有。有吧，因为它是 delta 阶嘛。这两个有没有相等 ？VL1 等于什么？是不是等于 VP1？ 可以吗？可以哈。好，第二个你会想到什么？来 IL1 呢？IL1 当然一定比 IP1 还大几倍？一样是根号3倍。IL1 等于 根号3倍的什么 IP1， 应该可以接受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要用到这个上面的这个杂数比的关系很重要。好，再来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。那什么叫 VL2？ VL2 等于什么 ？VP2 非常好。先写完嘛，再开始分析嘛。什么叫 IL2？ 等于什么？根号3倍的 IP2， 对，非常好。好，那我刚刚在谈 YY 连接的时候哦，没有补充哦，我在这边再补充几个观念哦。好，可以当第5、第6来。第5，这个5跟6是补充的啊，5是补充的，来看一下。我还有谈到哦，在 delta 追晶，在 delta 连接里面呢，我的线电流的相位是不是落后相电流的相位几度？30度。
那在数学是怎么表示呢？这样表示好了，那怎么表示？这样表示好了，我假设这是角度了，哦，然后呢，是不是线电流？对不对？这个线电流落后，对不对？等于是说，我这个 IP 要再减几度？减30度，这样表示好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是一次测的，这是一次测的，这样可以吗？那不止一次测啦，其实它是不是2次测也是一样的意思？因为它们都是什么接？它们都是 delta 连接。在2次测里面呢，它的怎么样？线电流的相位也是落后什么？相电流30度。因为它落后它嘛，所以要把相电流减掉30度才是它，这样懂吗？2次测，小心啊！我再补充一下这个给你，因为有时候在基本电学的考试它会考这个，它会把角度的因素加进来，啊你不要死背，你把它理解就好，减掉30度，这样没问题。好，那这样还不够了。我希望再推一些东西给你听哈，以后你遇到题目要怎么解。来，眼睛看这里，来看这里来，从这里出发。VP2 呢，你怎么用 VL1 或 VP1 来取代？眼睛看这里，这是 VP2， 是在这里。来 ，VP2 等于什么 ？VP2 是不是等于 A 分之什么？是不是这个移上去，那个移下来？是不是是 VP1？ 对不对？所以啦，这个又可以等于什么 ？A 分之 V 什么 ？VP1， 这样听得懂吗？然后我可不可以用 VL1 取代？也可以嘛，同学 ，VP1 来。VP1 啊，在那 VP1 是又等于 VL1，VP1 又等于 VL1， 所以又可以等于什么 ？A 分之什么 ？V 什么 ？VL1， 还写完了。你跳回来。如何用一次测的线电流或相电流来取代，来什么？来解释2次测的线电压？哦，你要会。好，这个也是一样。来，这是关键。什么叫 IP2？ 来看这里 ，IP2 在这里。来 ，IP2 等于什么？你会发现我很喜欢用数学的整个架构在谈事情，哦，这样子才不用背，哦，你才不会被这么多复杂东西给怎么样，给混淆掉了。你要记得是这个图形就好。来 ，IP2 是把 IP1 乘上去，是 A 的什么 ？IP1， 对不对啦？对。所以这个是你推导出来的，干嘛背？考试的时候再临时反应就好啦。来，大家直接用看的就好了。所以根号3还是根号3不要动。我就不懂为什么你都读不来，那不是很简单的东西吗？把 IP2 怎么样带下来？是变成 A 的什么？ IP 什么 ？IP1。那我可不可以用 I 的 1来取代？可以啊，来根号3乘以 A 啊，来 IP1 跟 I 的 1有什么关系？是把根号3除下去，所以 IP1 又可以用什么取代？根号1/3的什么 ？I 的 1。那还有很多天才的帅哥的，有很多天才帅哥他喜欢背公式，我不知道他背什么东西啊。只有这种方式不用背，而且不会保证不会出差错。拜托你放下你的背了好不好？不要再背了。你要背可以啊，你背一些图形，你不要背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没什么好背的。这个需要花你几秒钟时间。真的有的同学很可爱，他真的去背这公式，IL2 等于根号3倍的 IP2 等于根号3倍的 A 再乘以 IP1 等于 A 分之 IL， 他精神错乱了，我跟你讲。
不用背，带进去推出来了。好，那我想要再讲完整一点哦。还有一些重点很重要哈，我本来想用嘴巴念一念就好了，可是我还是觉得把它抄完整哦，因为毕竟你们有抄笔记哦。好，我现在想要再多讲几个重点哦，我这边有补充。请问同学，我 delta 有没有办法中性点接地？不行，它根本没有中性点哦，所以它没办法接地，所以它的接地故障，它没办法，它的接地保护比较困难。哦，但是它有优点，因为它是 delta 接啊，它是 delta 接，它可以让我们的什么3次斜坡有流通的路径，哦，就会让我的坡形比较漂亮，哦，这是第2点。等一下我会把它写成文字给你，我先讲好不好？那第3个呢？万一啊，这是3台变压器，对不对？这是3台变压器的，万一我有一台故障了，我可以变成什么接跟什么接来提供供应给负载？改成什么接？不是 Y 接。我现在是 delta， 如果有一台故障，就变成 VV， 就变成 VV。那 VV 连接呢？它的容量提供多少？它是根号3倍的一台。好，它是根号3倍的一台，它的容量提供给负载容量，啊，它是根号3倍乘1台容量。一条我的贡献哦，可以哦。好，我现在把我嘴巴讲的这3点写成文字给你，你把它抄完整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那刚刚我少讲了哦 ，YY 连接呢？你就说老师，那 YY 连接万一有一台故障呢？我要怎么连接？不行，你不能把它变成 VV 连接，不能把它变成 UU 连接，没有 UU 连接这种东西的。你可能现在还搞不太清楚，我现在示意图给你看啊，注意看这里。这是不是一台？这是第1台的1次侧嘛？这是第1台的什么？2次侧嘛？万一第1台坏掉，来眼睛看这里，万一第1台坏掉，这样像不像 V？ 同学，这像不像一个 V 啦？像不像？那这里像不像 V？ 所以它叫什么连接 ？VV 连接。那为什么 Y 呢坏掉一台叫 U 呢？来，同学，我先讲清楚，再来写文字好了。为什么 Y 坏掉一台叫做什么？叫做 U 呢？因为要跟 V 做区别，比如说坏掉一台，你会觉得好像也是 V， 对不对？为了要做区别，说它叫什么？他说这个叫 U 啦，这样你懂意思没有？为了要跟 V 做区别啦，再讲一次 ，Y 连接坏掉一台叫 U。V 连接坏掉一台叫什么 ？Delta 坏掉一台叫什么？叫 V。那在我们实际应用里面呢，没有 UU， 那你懂吗？但是有 UV， 没有 UU， 有 VV， 有 UV， 但是没有什么 UU。听过了？就是你不会去看到有 UU 的连接的啊，不会看到有 UU 的连接。好，来，我把一个重要的文字写一写啊，就可以准备下课了。好了，我抄完整给你好了。3个重点，我们1、2、3、4、5，我们补充到6、7、8，这样就非常完整了。6，笔记抄完整了，好不好了？我把我刚刚嘴巴讲的东西，把它抄成文字。
8个我写在这边好不好？第8个反而很重要，第8个。若有一具变压器发生故障，若有一具变压器发生故障则可采用什么？什么样的节线呢？继续供电。当然，它供电的这个容量会减少一些啦，这一定的，对不对？当然，你3台不能跟你2台不能跟3台比嘛，但是它还是可以供电，不会让你完全没有电这也是它的应用的优点来，我刚才已经暗示你了嘛，坏掉一台嘛，比如说这里坏掉一台，这里坏掉一台，一次侧一台就是一次侧跟什么2次侧都能拿掉，只剩下这个 V， 有没有看到？这个也是什么？是 V， 所以可以改成什么节线 ？VV， 非常好，这样没问题吧？好 ，OK。